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才疏学浅蔡显。三星堆5号坑大发现的新闻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。但是我的视频今天才做完。不过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就会明白，为什么这期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。为了这期视频呢，我花了很多钱，因为我想复原在5号坑发现的惊艳世界的其中一件黄金面具。但是这个面具只有残缺的一半，据专家推测，它的完整重量在500克左右。所以我准备了500克黄金，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它3000年前熠熠生辉的样子。不过本人才疏学浅，补全的地方很多都是根据现有文物推测而来，并且我之前做木工偏多，第一次尝试黄金器物，手法笨拙，还请见谅。或许你想问，为什么一定要花这么多钱用真黄金来制作？那是因为我想用纯手工的方式来感受一下3000年前古代工匠的心路历程。这也是和古人对话的一种方式，而这呢将会用到黄金的2种特性：超高的物理延展性以及极强的化学稳定性。1.8公斤的锤子，快速用力的捶打，不出几分钟就会感觉手臂发酸。而这一过程将会重复上万次。烧红是为了退火，也就是让捶打产生的应力消失，使黄金变软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仓库不方便使用炭火，这里使用喷枪代替，并不是为了偷懒啊，其实炭火要更好用一些。好了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，大家静静的感受一下手工的魅力。经过了上万次的捶打，终于把金条锤成了这么一大张金板。它的平均厚度大概是在0.3到0.4毫米，和原版的金面具厚度差不多。因为想复原它3000年前的样子，所以我参考了一些资料，把残缺的部分给补齐了。比如它应该是有眉毛的，以及耳朵上不太清晰的纹路应该是这种云雷纹。如果说把黄金捶打成薄片是个体力活的话，那么把黄金弯折成这种面具的形状就是个技术活了。根据我多年的手工经验判断，它3000年前的工艺应该是先有青铜人像，再把捶打好的金板放到青铜人像上进行捶打，这样的话面具可以和人像完全贴合。但是我手中没有青铜人像，所以我只能凭空捏造。
基本制作完成，还差最后一步抛光。很多人好奇，3000年前的古人应该是用什么来抛光的呢？砂石美颜5件套？当然不行，我想应该是这种坚硬光滑的东西。我这里用到的是玛瑙刀。不得不说，它的造型真的非常大气庄重。什么叫大国气质？这就叫大国气质。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感觉真的非常奇妙。我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3000年前那位工匠在制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。比如每一次落锤都要保证不能锤歪，尤其是比较薄的时候还不能用大力气，稍有不慎就会锤破。我想3000年前的那位工匠也同样的小心翼翼。再比如我在反复煅烧捶打黄金之后，黄金依旧金光闪闪。在这个到处都是不锈钢以及电镀金属的时代，我都被黄金的美丽耀眼所折服。3000年前，唯有黄金能有如此光彩夺目性质的年代。我想那位工匠在制作过程中也一定被黄金的美丽耀眼所震撼过。最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，就是在面具的鼻子部分，这条花纹我起初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装饰，但是我在自己动手制作之后呢，才发现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装饰这么简单。我最开始敲打鼻子部分的时候，有一些褶皱，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消除。但是后来我把脸上的纹路做出来之后，褶皱竟然神奇的和纹路融为了一体，化解掉了。我突然醍醐灌顶，仿佛明白了3000年前古蜀人的用意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，或许只是巧合而已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制作真的非常的有趣。有些道路，无论别人怎么样去描述沿途的风景，都不如自己亲自去看一看。这些感悟或许真的可以穿越时空，和3000年前的那位工匠发出同样的感叹。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！当然，这么有趣的系列我可能会一直做下去，也请大家帮我给这个新的系列想一个名字。还想看什么国宝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大家还想看三星堆的话，欢迎给这个视频点赞。如果点赞过100万的话，我就把同样出土的金杖做出来。那个可能用到的黄金比这个还要多。好，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才疏学浅的才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